Hello，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题号是1396 Design Underground System 设计地铁系统，要求我们实现定义好的地铁系统的方式，总共有3个，第一个是 check-in， 乘客进站上车，会记录乘客所使用的悠游卡 ID 资讯，乘客进站的名字，还有乘客的进站时间。第二个是 check-out， 乘客下车出站，会记录乘客的悠游卡 ID。乘客的出站名称、乘客的出站时间，然后第3个是计算平均搭乘时间，然后要注意这个平均搭乘时间的视角是从捷运局或是捷运管理单位来看的，他希望计算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的平均搭乘时间，然后这个平均时间是整体的平均，不是个人单一乘客的平均，这个平均是总体的平均。例如从台北车站坐到市政府，全部每一个流量的平均搭乘时间，这是总体的观点。他给我们2个范例，然后看题目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第一个是悠游卡 ID 和时间缩字，最大可以到10的6次方，所以已经是100万级别了。所以这边设计的要留意复杂度不能太高，否则会超过平台的复杂度的时间上限。第二个是车站的名称长度，起点站的长度，终点站的长度，长度不会太长，一定小于等于10。第3个，所有字串只有包含大写字母、小写英文字母和讯字，所以不会有非法输入，就是大小写的英文字母 A 到 Z 到，就是1、2、3、4、5、6、7、8、9这些数字。第4个是动态测试呼叫的时候，最多会有2乘以10的4次方，也就是会有2万次的呼叫。呼叫里面包含乘客上车、乘客下车，还有计算平均的搭乘时间。计算的精度要求在小数点下5位是可以接受的。好，那还有2个范例，第2个范例的解释性足够，而且又比较好理解。那我们就从第2个范例出发，然后来解我们的这一题。那进去看范例之前呢，其实官方有给我们的提示，建造2个 hash table， 也就是建造2个映射表。第一个映射表记录乘客的上车时间，还有对应的乘客资讯，也就是乘客的悠游卡 ID。第2个表格会记录车站的总搭乘时间，它是在2个车站之间，也就是起点站和终点站的总搭车时间。它提醒我们可以用这2个表格来记录。好，那我们来看可以怎么解这一题。以第2个例子来说，它给了我们一连串的上车、下车，还有计算平均的 query。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可以怎么做。一开始是建构题，所以这个没有额外的资讯。那下一题就是乘客进站上车，然后他的 ID 是10，然后他从 Layton 站上车，然后他的时间戳记是3，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ID 是10的乘客进站了，他从 Layton 站上车，这时候时间戳记是3。下一个乘客下车出站，他的 ID 是10，然后他从 Paradise 站这一站离站，这时候时间戳记是8。要求计算平均的搭车时间，从 Layton 站到 Paradise 站。那起点站和终点站就是可以用一个 pair 来表达，起点是 Layton， 终点是 Paradise。那平均运输时间就是总时间除以搭乘时数，所以总时间目前只有1个人搭，就是刚刚这个10号乘客，他离开的时候是8，进来的时候是3，所以8减3就是这一次的运输时间，也可以讲成是搭乘时间。那目前流量只有1次，所以5除以1就会得到最后的5。那下一个又有1个人上车了，他是5号乘客上车，然后从 Layton 站上车，时间戳记是10，然后5号乘客下车的时候，他是从 Paradise 站下车，然后他的离站时间是16，平均的搭乘时间。那这时候流量就有2次，一次是前面的10号乘客，第2次是5号乘客。那5号乘客他的搭乘时间是6，就是16减10，出站减掉进站就是6，所以这一次的总时间会是5加6。那流量有2次，所以最后就是除以2。第一次是10号乘客贡献的，第2次是5号乘客贡献的，那最后答案就是11除以2就是5.5。第3个呢？第3个是2号乘客进站，然后他从 Layton 站进来，然后他的时间戳记是21，然后他出站的时候是30，所以这一次他贡献了
运输时间，也可以讲搭乘时间是9嘛，所以这边就会再加9进来。那最后总交通次数，也可以说总流量次数就是3次，第一次是10号乘客，第二次是5号乘客的，第三次是10号乘客的，所以说就是除以3。那全部的平均时间就是5加6加9，或者是11加9就是20，然后20除以3就是6.6667。那就是这一题范例全部的例子。那刚刚题目已经提醒我们可以建造2个 hash table 嘛，我们就用题目提示来出发来解这一题。一个是人的视角，一个是车站管理的视角，是看流量。人的视角很单纯，就是关心哪一位乘客拿了什么卡的 ID， 在哪一站上车，在哪一站下车。所以以乘客的观点来看，他关心的就是车站的资讯。第一条可以是上车车站、下车车站，第二条就是它对应上下车的时间周期。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以交通局或是捷运管理单位的视角来看，他关心的是流量，他关心的就是车站这组 pair 从起点到终点总运输时间是多少，还有总搭乘次数是多少。那总运输时间除以最后的总搭乘次数，就是平均运输时间，这个就可以作为交通运输的一个计量的服务指标。那现在我们再来回头看这个表格的 key 值应该是谁？以人来说，它已经是我们 ID 了，所以乘客所持有的交通卡 ID， 或是你可以讲悠游卡 ID， 就是这张表格的 key 值。那悠游卡 ID 作为 key 值，映射到的就会是车站资讯和上下车时间。那流量的观点呢？流量的观点作为 key 值的就是车站这个 pair， 这个车站的 pair 前面会放起点，后面会放终点。那它记录的也是2个资讯，第一个是总运输时间，然后第二个是总运输次数，也可以讲成是总搭乘次数。那最后要计算平均的时候，就是总搭乘时间除上总搭乘次数，就会是最后的平均运输时间，平均搭乘时间。好，那有了演算法，我们就可以回头来开始实现这一题源代码。那一开始会建构子呼叫的时候，我们需要建2张表格，一张是乘客的表格，一张是交通营运单位的表格，它关心流量。所以乘客的这张表格，它的建值就会是悠游卡的 ID， 然后它记录的资讯就会是车站的资讯和对应的时间戳记，就是上下车的车站和上下车的时间。那流量呢？流量关心的是车站 pair， 也就是起点车站和终点车站，它们的全部运输时间、全部的搭乘时间和全部的搭乘次数。那第二个就是上车这个方向，上车这个方向也蛮简单的，就是记录某一位乘客的持有的交通卡 ID、悠游卡 ID， 他在哪一站上车的，他对应的时间戳记是多少。那下车呢？下车对于乘客来说也很单纯，他只是把它对应的 ID 取出来，就可以知道起点车站上车时间，还有当下的终点车站下车时间，这4个资讯都有了，就可以来计算流量。流量的话就是车站配合起点车站、终点车站，他们的总交通时间、总运输时间，因为这一个旅客已经完成了，所以它会再多一条这一次的搭乘时间，把它加总到总时间上。那这一次搭乘就贡献了1次交通流量嘛，所以 traffic 就是流量的次数再加1嘛，搭乘次数再加1。那最后管理单位要计算平均搭乘时间的时候就很方便，他只要给定指定的起点车站、终点车站作为键值，然后把前面这边的总搭乘时间放在分子，总搭乘次数放在分母，最后相除就会是我们的答案。像这边就全部完成，最后来分析它的复杂度。复杂度是多少呢？它的成本落在哪里？空间上的成本，建构子这边建了2张表格嘛，2个 dictionary， 2个哈希表，2个杂凑表。那 check in 是常数时间嘛，就只是一个 update。check out 也是常数时间，也是单纯的 update， 还有数字更新而已。平均时间也是常数时间，因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查表，然后做一个相除。所以总的来说，每一个服务的方式都是常数时间，就是 big O。那空间上的成本来自哪里？空间上的成本就来自于这2张表格嘛，所以它会相依于乘客的总数目会有多少，还有相依于
流量，也就是车站配额最多会有多少嘛？所以最后可以写成总乘客和总车站配额的数目会有多少，所以可以写成就是它空间所需要的 size， 就是它空间上所需要的成本。OK，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这一题的分析。那假如还有不懂或者想要发问的，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非常欢迎你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和朋友。然后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下次再见喽，拜拜。